律师，律师怎么给你寄信呢？啊？映雪呀，出什么事了？啊？洪德那个没良心的，居然委托律师要告我们家映雪，说亮亮被车撞了，都是因为映雪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职责，所以要打官司，争夺亮亮的抚养权。告就告啊，谁怕谁呀？啊，映雪啊，咱不怕他们啊，咱就是倾家荡产，咱们要和他拼了！这简直是太没有天理了！这儿，妈，你先别生气，这件事儿我得自己解决。你是说？我去找洪哥谈一谈，妈，你照顾一下亮亮。哎，你去，妈不放心呐！啊，别不放心，我想这应该是洪德他妈妈的主意。等我跟洪德谈完再说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不会放弃亮亮的。映雪，那你自己小心点儿。死没良心的洪德，啊，还有那个死不要脸的易建人，他们心肠怎么这么狠毒呢？他们早晚会下地狱的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一直喊一直骂，喊破了嗓子，能解决问题吗？亮亮，回房间啊，不理他。你不要让我遇见你！你要是让我遇见你，我一定放不过你的！妈，怎么了？你说不放过谁呀？当然是那个没良心的洪德。嗨，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他呀！咱们大姐啊，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他。那个畜生，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当时他追你大姐的时候，那也是非常真诚的呀。哎呀，又送你大姐回家呀，又送你大姐鲜花的。结果呢？结果还不是被个狐狸精把花儿给勾走了。哎呀，现在的男人，有几个臭钱就是自以为了不起的。哎呀，你不懂，你闭嘴吧你。哎，妈，别生气，生那么大气干什么呀？咱们犯得着为那个畜生置气吗？我倒是想消消气呢。哎呀，可是一提到这个事儿，我就气得大脑充血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洪德呀，多缺德嘛！他居然找律师要告你大姐呀，要争夺亮亮的抚养权。洪德，映雪，对不起，亮亮生病期间，我很担心他。本来我要去看他的，可是国外的厂商来了，你看不看亮亮不要紧，我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再跟我争亮亮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映雪，请你相信我，这不是我的意思啊！真的不是你的意思？如果是我的意思，我干嘛不承认啊？好，既然不是你的意思，那我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再试图把亮亮从我身边夺走？映雪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但是这肯定是我妈的意思。你知道我妈她很爱亮亮的。我知道你妈很爱亮亮，我们虽然离婚了，但是孩子仍然是你的呀。现在他还小，他离不开妈妈，就让我来照顾他好吗？等到寒暑假，我会把他送到你身边陪你，这样行吗？你这样子想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可是我已经没有任何怨言了，洪德。我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这个孩子。
如果我失去亮亮了，我活着没什么意思了。映雪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！我不会做傻事，但是如果我失去亮亮，我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一定是美美唆使我妈妈这么做的。洪德，把亮亮给我好吗？我会好好照顾他的，我会好好教育他的。把亮亮交给你来抚养，我非常的放心，我一点也不担心。可是映雪，如果你哪天要是又嫁人了，那亮亮他就不属于我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你竟然这么快又交了新的男朋友。新男朋友？你说谁？你知道我在说谁？薛汝月那个刘家成，就是救咱们儿子那个大恩人。你误会了。我没有误会，他不就是薛汝月的长子吗？小军不也就是要嫁给他的弟弟吗？所以说，小军也是在帮你，让你嫁给他，是不是？我在跟你讨论孩子的问题，你不要在这跟我胡说八道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跟你胡说八道，我就是觉得你现在不应该跟他在一起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应不应该？你不要忘了，是你抛弃我的，不是我离开你的。我请你对我尊重一些。我跟你在一起的这段婚姻，我已经很失望了。我在医院实习1年之后就嫁给你了，这6年来我对这个家无怨无悔。我只希望你能够事业有成，孩子能够快点长大。到头来我是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我现在已经对婚姻彻底失望了，我也不想再婚。我只希望我儿子能够快点长大，所以我求求你，把亮亮给我行吗？映雪，我会尽力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妈也不应该找律师。这么做只会加深我对你的那种愧疚感。映雪，你放心吧，我答应你。谢谢啊。想不到我跟映雪分开之后，我才知道她的好。美美一天到晚都缠着我，缠得我都快喘不过气了。洪德啊，洪德，你是不是做错了？谁敢报警？谁敢报警？滚！说你狐狸精，呸！说你是狐狸精，还真糟蹋狐狸。我说你啊，你怎么是这么个东西？你是我大姐的学妹，想当初你一天到晚跑到我们家来蹭饭吃，赖在我们家不肯走。我爸我妈是怎么对你的啊？我大姐是怎么对你好的？没想到你反过头来居然抢她的丈夫，这个！谁抢你丈夫了？是你姐夫不争气，是你姐夫爱上我。你姐夫嫌你姐姐是黄脸婆。你看看这个公司能没有我吗？如果不能没有我的话，公司早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明不明白啊？我不明白。你给我把他出事叫出来，叫出来！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？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？去哪儿找他？洪德，救命啊！站住！不是。小飞，小飞，你在干什么？畜生！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无耻！你先是抛弃我大姐，这会儿你竟然还想去法人告她！小飞，我没有。妹妹，你说这是不是你的意思？那是你妈的意思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那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够唆使我妈去找律师来发律师函？这个公司本来就有法律顾问，发个律师函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告诉你，洪德，那个孩子我还受不了呢。他那么调皮捣蛋，你要是真把他领回来，我也受够了。别往这演戏了！你们两个都是守黄瓜的，
自拍！小飞，小飞，小飞，你冷静一下，有什么话我们坐下来慢慢说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，先是用下三滥的手段欺骗我姐，跟你假离婚，我跟你算账的！啊！有雪呀！爸，有雪呀！妈怎么了？呀，小飞呀，小飞她出事儿了呀！小飞出什么事了？李雪，你是不是去找洪德了？是啊，我去跟洪德谈，他说他跟他妈妈商量，不跟我们争亮亮。关小飞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那小飞刚才来电话了，说去洪德公司了，他把洪德公司砸得乱七八糟的呀！砸洪德的公司？是啊，这小子不光是把洪德的公司砸了，而且把洪德的手都给打断了。对呀，都打断了他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洪德的律师事务所寄来的，那一张是你的，一张是小飞的。我看呐，他们这洪家呀，8成是铁了心的，想要告你们姐弟俩呢。映雪啊，映雪，妈，其实我知道啊，你这2天在外面跑，到处去打听那个洪德住哪家医院是吧？啊？我去他公司问，没一个人肯告诉我，都说不知道。也许他们真的不知道吧。你爸爸这2天也到处去找啊，找老朋友问，谁认识律师？可是，哎呦，可是什么？那律师都说了呀，这小飞打人呐，只要这个洪德一告一报案，那就是公诉罪呀，一定要坐大牢进监狱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想撤都撤不了的呀。小飞这辈子就算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弟弟这辈子就完了啊！妈，你先别担心，小飞不会有事儿的啊。咱们可以找最好的律师啊，是不是？你找什么律师啊？啊，你哪有钱呢？你知道你爸爸这月挣多少钱工资吗？那1个月只能挣1半啊，上哪有钱呢？再说，你不是也没有工作了吗？啊？你怎么会说我没工作呢？女儿啊，你骗谁呀你？哪有请假请这么多天不上班的呀？啊？我都给你妹妹打电话了，她都告诉我，你离职了，你离职了是不是？啊？哎呦，映雪呀，你说你都没有工作了啊，我们拿什么钱去打官司啊？怎么打呀？啊，怎么打？不知道啊。哎呦，愁死我了呀！我会想办法的，妈。别哭了，别哭。哎呦，愁死我了呀！刚才你和伯母的谈话我都听见了，你一直都没有工作，这可不行啊！等亮亮好一些，我就去找工作了。来得及吗？他们已经把律师函都寄到你家里了。李雪，这一次让我帮你吧。嘉诚，谢谢你。你要是真的拿我当朋友，我的事儿请你不要管。李雪，就因为我们是朋友，那么朋友之间就应该在需要的时候互相伸出援手，不是吗？我的事儿你帮不了，
我弟弟打人，就算请再好的律师，也没有办法帮他洗脱故意伤害的罪名。而我想得到亮亮的监护权，但我现在没有工作，我们家的条件也没有洪家好。我知道真要是打起官司，我也赢不了。更何况他们告我的理由就是因为我照顾不周，亮亮才出了车祸。我真是……宁雪，那你现在想到什么解决的办法了吗？我想找洪德谈一谈，希望他不要把2件事告上法庭。你觉得他会同意吗？他应该会同意的。他不是那么狠心的人。我不这么认为。如果他不狠心，怎么会舍弃和你的婚姻呢？如果他不狠心的话，那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把律师函寄到你家里来？宁雪啊，不是我要逼你啊，只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最好还是回到学伦医院。我可以在薪资上面呢帮你多报一些，提供一份好的财务证明。你并在法院打官司的时候，都会亮亮的安全。嘉诚，我已经离开医院了，我是自愿提出辞职的。我没脸再回去。宁雪，我就送你到这儿吧。宁雪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一定要找我。你回来了啊？怎么样，工作找到了吗？找工作，找到网吧去了。你怎么去网吧呢？啊？妈，我不过就是去了个网吧，有什么好？你要是去当白领，上班用不着2天，公司立马叫你滚蛋。我知道，你就是看我不顺眼吧？你就是看不起我，你……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呀，飞呀，你怎么能跟你爸顶嘴呢？你爸说你啊，都是为你好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，你们说的道理我也都明白。可是我求求你们，你们不要一天到晚唠唠叨叨的好不好？整天都没个清静的时候。我们唠叨还不是为你好啊！要是哪一天你听不见我们唠叨了，那你就去坐牢了，你知道吧？老头儿，你别说话了，你。我为什么说？我就是要告诉这个逆子，洪家都已经把历史函寄到家里来了。我还告诉你，他们只要一报警，一上法院，你犯的就是重伤害罪，到时候你就去牢里吃牢饭吧。妈说的都是真的吗？
寄过来了。爸，我不能坐牢，我绝对不能坐牢。妈，我不能坐牢啊！妈知道你不想坐牢，我和你爸也着急啊。你知道吗？你爸到处去拜托朋友，都是为了你，你还跟你爸顶撞，你真不懂事你。妈，爸，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现在知道自己错了，可当初爸爸跟你说的，为什么不听？爸，我保证，只要这次我没事，我保证，我以后一定都听你们的，好不好？可是现在他们，我到处都求过，谁也帮不上。现在唯一希望的，就是洪家不再追求。可这是不可能的。好，如果这两个畜生坚持要告我的话，你又没有办法解决，那我现在就去宰了他们！你混蛋！你别打！你把人家打得还不够惨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要过去，人家一报警，立刻把你抓起来，我看你还嘴硬。飞呀，你别冲动啊！我和你爸呀都很烦恼啊，就连你大姐都烦恼。妈，大姐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？哎呀，你大姐她有什么办法呀？她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你知道吗？她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，她还担心那亮亮被人抢走呢。哎，妈，咱们不是还有二姐吗？我们去找二姐。小军，小军，二姐，你们怎么来医院了？有急事儿，不得不来找你。什么事儿啊？还不是关于小飞的事儿吗？小飞，二姐，你救救我吧！救你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也知道啊，小飞呀，把洪德打伤的事儿吧？我知道。人家现在洪家呀，要准备告小飞重伤害呢。他们要告我们，那我们也可以告回去啊！哎呀，我知道啊，可是你这打官司需要钱呢，我上哪儿钱呢？上哪弄钱去？你也不是不知道。二姐，你看姐夫他们家就这么大的医院，一定有很多法律顾问，而且你公公就是刘院长，他认识那么多朋友，他一定认识很多律师，说不定连法官也认识呢。你看能不能够让你公公出个面，帮帮忙，把这官司给压下来呀？啊，是啊。哎，小军，咱们张家就这么一个男孩子啊。如果小飞要进监狱的话，那咱们张家也没面子，就连你们刘家，那面子也挂不住吧？啊，所以我和小飞找你啊，就是想请你，能不能请你公公出面，帮助我们解决小飞的事啊？啊，这忙我可能帮不了。怎么帮不了啊？啊，为什么呀？妈，你看我才刚进去刘家，我跟他们说不上话，我真的是你真的是什么呀你啊？你真的是看小飞去坐牢吗？真的要看你大姐被洪家告上法庭吗？洪家要告姐。是啊，他要告你大姐，说对亮亮照顾不周，导致亮亮被车撞到，还要跟你大姐争亮亮的抚养权呢。他们家真是太过分了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嘛！你也知道他们家欺人太甚呐，啊，所以咱们家现在呀，上上下下就指望你了。如果你要是再不出面帮助我们的话，那我们怎么度过这个难关呢？啊？
二姐，你不会是有了富婆家就忘了穷娘家吧？小飞，你别乱说话。小飞说的没错，小军，你是不是嫁给嘉佑以后，你就看不起你的亲爹亲妈了你？啊，妈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为什么不答应帮忙呢？啊，你倒是出面呢你啊！哎呀，我不是不帮忙，我这……二姐，你好歹也去说说看吧。你说都不肯说，你分明就是不想帮忙。小军，你不帮忙是吧？啊？好，你不帮忙，我无话可说了。小飞，我们走，我们不求他。哎，妈，我不是不帮你们，可是我怎么能告诉你们，我公公跟我婆婆最近闹得很僵，我根本就插不上话啊！而且最近嘉佑对我的态度变得很奇怪，我每天就有一大堆的事情自己解决不了，映雪，是你？洪德，洪德，对不起啊，我听说是你不让他们报警的，谢谢。你没事吧？映雪，你可真可以啊！一方面你来找我说，一方面你竟然叫你的弟弟来打我。我就是来替小飞向你道歉的。道歉就不必了，而且如果把我打死了，不是更好吗？你不就正好可以和你的新恋人好好的谈情说爱了，不是吗？我的恋人？什么意思啊？我问你，那个学乳医院的刘主任，是不是你的新男朋友？你不要胡说八道。我才没有胡说八道呢，是我亲眼看见你和他在医院里面卿卿我我。张雨雪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早就背着我和那个男的混在一起了？我请你说话放干净一点。我跟你结婚6年来，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小飞打人是他不对，我是来替小飞向你道歉的。这个先不说。那好，那你告诉我，那个姓刘的到底和你是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要处处的护着你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至于我的私事，你没有必要操心，我也没有必要向你汇报吧。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能够接受你这么快就有新的男朋友。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我是诚心诚意替小飞来向你道歉的。不必了，洪德啊，你这全身都是伤，你出来干什么？赶快回屋里去休息。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出去！现在马上出去！我是来替小飞向你们道歉的，请不要将小飞告上法庭。你休想！不止洪德要告他，美美也要告他。这个小流氓真是胆大包天，男的打，女的也打。还好我不在，要不然他是不是连我也打呀？小飞打人是他不对，可他真的不是有意的，他只是一时冲动。一时冲动？一时冲动就把洪德的手给打断了？他要是真心想打人，那不是打死人了吗？张映雪，我告诉你，张小飞这个牢是坐定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妈，求你了，看在这6年来，我一直尽职尽责照顾这个家，
照顾您的份上，还要高小飞，你让我怎么办才都行。妈，好，这话是你说的，你要我们不告他也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您说，把洪亮送回来。不行，不行，除非把洪亮送回来，否则我不但要向法院主张洪亮的监护权，洪德跟美美也会告你弟弟重伤害。张映雪，我相信这2个官司打下来，没有一个是你有胜算的。你好好想清楚，3天之内就把洪亮送回来，否则一切免谈。妈，你这是在逼我呀！我逼你又怎么样？如果我不逼你，我们洪家的子孙岂不是要流落在外？跟着你，早晚有一天要叫别人爸爸。张映雪，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吗？你还这么年轻，你们可以再生嘛。我洪家的骨肉绝对不可能让给你。我告诉你，3天之内我就上门去带孩子。如果你不把洪亮给我，我一定会告到底，我让你弟弟坐1辈子牢。妈，你别这样，我求求你了，别这样。映雪，你别这样，你起来。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妈，我求你，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闭嘴！出去！出去！妈，给我出去！妈，出去！妈，你别这样。出去！妈，别跟我抢亮亮，妈，你开门吧，我不能没有亮，我不能没有亮亮，妈。3天之内我就上门去带孩子。如果你不把洪亮给我，我一定会告到底，我让你弟弟坐1辈子牢。老天爷，我怎么办？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湿透了呀！你怎么没回房间呀？就在客厅吗？妈，我有啊，只是我刚刚睡醒想喝水，却找不到妈妈，所以我就坐在沙发上等你。没想到我又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妈妈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映雪呀，你怎么浑身都湿透了呀？啊，快起来去换衣服，要感冒的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来，哎，快！啊，真是。
你是不是去找过洪德了？是委屈了？别难过，事情总会解决的。他们偏得要亮亮。好了，啊，别哭了。其实啊，我已经拜托过小军了，可是，哎呀，如今啊，我最担心的还是小飞，他是我们张家唯一的男丁，延续张家的香火，必须他是一肩扛起的。哎呀，再说小飞现在呀，要刚毕业，工作也没个着落，又吃上了官司。要是他被判刑，就得进监狱呀。那他以后的大好前途，不就全部葬送了吗？所以你说我这个当妈妈的如何是好？怎么办呢？警察先生，警察先生，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儿子啊？警察先生，你们不要抓我儿子啊！妈，救我！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坐牢。凶杀案件，现在我们带他回所里进行调查。小飞，小飞，小飞，儿子，小飞！大姐，大姐救我！大姐救我！我竟然梦见小飞被警察抓走，爸妈那么难过。爸爸，我现在没有工作，怎么跟他们争亮亮呢？看来洪家对我是恩断义绝了。我如果不把洪亮送回去，他们一定会把小飞告到底。小飞才刚毕业，大好的前程在等着他。万一败诉，小飞肯定被关，那他的人生就完了。上次亮亮出车祸的事儿，他们告我疏于管教孩子，没能尽到监护人的责任。而我现在又没有工作，这场官司我胜算不大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？对不起啊，妈妈很爱你，原谅妈妈不但不放弃。
英雪，这位是张律师。你好，张小姐。你在电话里跟我说的那些话，都是真的吗？只要你们真的不告小飞，那我愿意放弃亮亮的监护权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也答应你不告你弟弟了。对了，那什么时候你把洪亮交给我？我看这样吧，3天之后，3天之后，你就把洪亮交给我。什么？3天？映雪，3天之后，我就带着和解书让你签一签，你顺便把洪亮交给我。如此一来，你弟弟就不用坐牢了，啊？恐龙母子，就像是我们一样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没怎么样，妈妈高兴。既然喜欢，那妈妈就给亮亮买下来，好吗？好。妈妈，为什么今天带我出来逛，还买了这么多东西给我啊？因为亮亮不是长高了吗？亮亮长高了，有好多衣服都穿不了了，妈妈就要给亮亮买新的。妈妈，可是你这几天都没有去上班，你的钱……亮亮不用担心，妈妈还有好多钱呢。为了亮亮啊，妈妈要赚更多的钱。妈妈，这两对恐龙母子好可爱，好看吧？那你看，这个是妈妈是不是？是。那亮亮留着，
每天要带在身边哦。妈妈觉得呀，这个小的就是亮亮。妈妈留在身边，等到妈妈想亮亮的时候，就拿出来看一看。那亮亮想妈妈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大的拿出来，看看它，就像看到妈妈一样，好不好？嗯。可是，亮亮每天能见到妈妈，为什么还要看娃娃呢？亮亮不是要上幼儿园吗？过一段时间又要上小学了呀，妈妈总不能每时每刻都在亮亮身边呀，是不是？哦，那我把这个娃娃放在书包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是第3天了，他们要我把亮亮送过去，可是我真舍不得亮亮，我不想要儿子离开我。老天爷，你帮帮我吧，我该怎么度过这个难关呢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今天是我们约好第3天的日子，我是来带亮亮回去的。按照我们的约定，张映雪，我们遵守。和解书我带来了，你看看，就赶快签了吧。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，只要你放弃亮亮的监护权，我们就不去法院起诉你弟弟。看清楚，看清楚就赶快签字吧。为了你弟弟，你就赶快签吧。不想让你弟弟蹲监狱的话，就赶快签吧。签啊，快给我签呐！你是不是想让你弟弟坐牢啊？签呐，签呐！赶快签啊！你是不是想让你弟弟坐牢啊？签呐！签好了吧？啊，签好了，亮亮就是我们的了。我已经把亮亮给你们了，可不可以再给我1个星期的时间呀？1个星期之后，我会把亮亮送过去的。1个星期，张映雪，你只知道你想念你的儿子，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个做奶奶的更想念我的孙子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一定要带走亮亮。亮亮，亮亮，奶奶，亮亮，哎呦，跟奶奶回家去了啊！亮亮，跟阿姨走。我不要跟你走，妈妈。亮亮，走，别这样走，你们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你们这样会吓着孩子的。我回头把亮亮送过去还不行吗？你现在已经舍不得亮亮了，你还会舍得把亮亮送回去吗？亮亮啊！亮亮，开车。亮亮，亮亮，亮亮。
躺在这儿啊？应雪，应雪，你怎么了？应雪，怎么躺在这儿啊？亮亮呢？应雪呀，你醒一醒啊！应雪，你们快来帮帮我！嘉诚，你快救救我！救救我，应雪呀！你快救救他！应雪，应雪呀！伯母啊，别这么担心，应雪没什么大碍，只是身体虚弱而已。应雪姐，妈，大哥，姐怎么样了？姐，我们家任何事都跟你无关，你不用操心你。妈，你怎么这么说我啊？那你让我跟你怎么说呀？啊！你别吵了，应雪姐醒了。姐，应雪姐，应雪啊，应雪，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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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气，你身体这手还俩着呢。姐要去哪儿？姐，应雪，应雪，你别这样，你现在身体很虚弱，你这样做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后年人把亮亮抢走了，我跟他再也见不到亮亮，我要去找亮亮。应雪，应雪，放手！刘嘉诚，你就算要偷腥，也要避人耳目吧，也要顾及到我的面子。你这么光明正大的在医院里面报张应雪，我叫你放手还不放，你把我杨澜当成什么？杨澜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现在应雪身体这么虚弱，你还在无理取闹？我哪里无理取闹了？她身体虚弱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杨澜姐，应雪姐是为了她的孩子。你闭嘴！刘嘉诚，就算张应雪她身体虚弱，她为了她儿子，她吃不下睡不着，她为了她儿子病死了饿死了，关你刘嘉诚什么事？我听说前几天你还给他儿子输过血。杨澜，要是再胡说八道的话，我怎么样？要打我吗？打啊你！打！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妈！妈！妈！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哭什么哭？这大庭广众之下的，哭得多难看！啊，亲家母啊，这是我们医院的特护病房，在医院也没有几间，这隔音设备是最好的。我在隔壁，居然能听见你们大吵大闹的声音，这房顶都快给掀翻了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妈，你要帮我做主，嘉诚的。妈，是我姐晕倒，大哥救了我姐。救人是好事儿啊。素媛，这病人既然是急诊，为什么不在急诊室待着？送到这特护病房，一晚上就是好几千块呀。妈，这个事情不能怪素云，是我把应雪抱到这儿。妈，你听到了吗？是嘉诚把张应雪抱到这儿来的。杨澜，你有完没完啊？应雪当时晕倒了，我把她抱到这儿来有错吗？是啊，亲家母啊，那个嘉诚啊，他真的是在救应雪呀。他到我们家门口看见应雪晕倒在路边上昏迷不醒，嘉诚呢他就本着这个医生啊救人的心，才把应雪送到医院来的呀。妈，你听到吗？张应雪晕倒在他家门口，嘉诚怎么会刚好路过他家门口救了他呢？他是我老公啊，他去人家家里干什么呢？杨澜，我说嘉诚，杨澜说的没有错。既然张应雪晕倒了，
你可以打电话叫救护车去把他送到医院，怎么偏偏你就在他们家门口呢？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姐姐，伯母，你别怪嘉诚，都是我不好。我儿子是嘉诚救的，然后我带他出院了。出院之后呢，嘉诚是想去我家看看我儿子怎么样，结果就……妈，你看，他还直接叫嘉诚的名字呢。好了，你们还吵多久啊？爸，亲家公啊，素云，你先服务，先躺下。亲家母，我希望你好好照顾你女儿。素云，你留下来照顾他们。是院长。你们几个跟我去我办公室。甜甜，你也留下来一起照顾他。哦。妈，走吧。云雪，别哭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告诉妈，啊？不哭啊。你们夫妻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非要在医院里这么大吵大闹，还管不管我们学儒院名声啊？爸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你说，我是嘉诚的老婆，可他却不把我当老婆看，在医院里面跟别的女人搂搂抱抱的，我的颜面何存呢？再说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了，那我们学儒医院的名声不是要扫地了吗？爸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不是这样是怎样？你可以替你大姐说谎，也可以替你大姐担待，你甚至可以替你大姐抢我老公，是吧？你闹够了没有啊？好了，闹够了没有啊？吵啊，接着吵啊！如果没吵够，那今天当着我办公室，当着我的面，你们吵个够！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生这么大气？妈，怎么了这是？爸，我之前和您说过，映雪救过我的命，现在她有困难了，我一定要帮她。嘉诚啊，你之前不是已经帮过映雪了吗？可是现在映雪没有工作，也没有收入了，她的前夫趁机把她的孩子给抢走了。有这事儿啊？哼，自己的婚姻都经营不好了，还有时间管别人的闲事，真是可笑。我说，好了好了，嘉诚啊，这映雪有没有工作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是他自己要辞职，不愿在我们学院里边干。你让爸爸怎么帮他呀？爸，我们可以把他再请回来呀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们学儒医院开了这么久了，什么时候还要请一个不负责任、只会勾引别人老公的护士回来啊？大嫂，请你说话客气一点。我相信我姐绝对不会勾引大哥的。就像大哥所说的，我姐救了大哥，基于这一点，难道就不能帮帮我姐吗？爸，我也算是您的儿媳妇，那我大姐也算是咱们家的亲戚，所以看在这一点，能不能帮帮我姐啊？爸，小军说的对，小军相信他姐，我也相信我哥，我哥肯定是为了报恩才去帮助映雪姐，是吧哥？好，你们兄弟夫妻俩全都联合起来欺负我一个。如果张雨雪真的要留下来，那我回娘家好了。行了，在爸爸面前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？爸，不
是我要忍心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命苦。自己的老公抱着外面的女人，如果今天换成是别人，他会怎么想？他会怎么做呢？大嫂，你能不能换位思考，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？嘉佑，那你为什么不设身处地的替我这个大嫂想一想呢？嘉佑，如果今天换成小军，他在外面帮别的男人，你可以忍受吗？大嫂，你这比喻太过分了。难道你就不过分吗？好了，不要说了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小军啊，你不要怪爸爸，你这个忙我帮不了你，所以你还是让你姐姐赶紧离开学儒医院吧。啊，爸，爸，好了，你不用再说了。在家中，我是一家之长；在学儒医院，我是院长。这事儿我说了算。哼。这学儒医院，什么时候是你刘学儒一个人说了算？杨兰，你也是个大家闺秀。嘉诚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？他是去报恩，去帮助别人。有道说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不是吗？妈。小军，这医院里边确实是不能把你大姐留下，但是最近呢，我的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医院里边的病人也多，护士都忙得团团转。我想请你大姐来做我的特别护理。也不知道你大姐愿意不愿意啊？当然愿意了，妈，谢谢你啊。妈，谢谢你。妈，哥，咱们是不是该开会去了？哦，是，快走吧，走。来得及。这没你们的事了，你们也走吧。是。妈。哇。哎，站住！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不是让我难堪吗？哼，刘院长，我什么时候让你难堪了？啊，再难堪的事情我都经历了，这点小事就让你难堪了？